代码是怎么变成在电脑上跑起来的程序的？今天我们用3分钟的时间请清楚。如果你当前没耐心看完，可以先点赞收藏，等你有时间的时候慢慢看。你写的代码，无论是 Python、Java 还是 C++，本质上都是一份普通的文件，电脑 CPU 根本看不懂代码。我们写的代码是高级语言，比如 print、hello， 本质是给人看的，符合人类逻辑的指令，但 CPU 只认一种语言，机器语言，也就是由0和1组成的二进制代码。所以代码能跑起来，第一步就是把高级语言翻译成机器语言，这是最关键的一步。这个翻译工作靠2种核心工具，编译器和解释器，对应不同的编程语言。编译器或者解释器，它们的作用只有一个，翻译。它们会把我们写的高级语言翻译成 CPU 能看懂的汇编语言，然后再进一步翻译成0和1组成的二进制代码。咱们今天只说编译器，像 C++ 这类语言会用到它。编译到运行的工作主要分4步。第一步，你写完代码后，编译器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立刻翻译，而是先进行预编译。预编译阶段干3件核心的事情。一、头文件展开。当你写:include 的时候，预编译器并不是记住你用了它，而是直接把头文件里的内容原封不动的拷贝进你的代码里。从编译器的视角看，根本不存在什么头文件，它看到的只是一份已经被完全展开的巨大源码文件。二、宏替换。:define 本质上就是纯文本替换，比如你写:define max 100，预编译之后，代码里所有的 max 都会被直接替换成100。三、条件编译。:if def、if not def、if 这些语句会在预编译阶段被直接判断，条件不满足的代码直接被删除，根本不会进入后续的编译流程。第二步，语法检查和编译。语法对不对？类型合不合理？有没有明显的错误？这一步我们叫语法分析和语义分析。如果你少写了分号、变量、类型不匹配，编译器就在这一步直接把你拦下来。检查通过之后，编译器才会真正开始翻译。这一步结束后，你得到的通常还不是最终程序，而是目标文件。目标文件里已经是接近 CPU 能执行的机器指令了。接着来到第3步，链接。链接这一步，很多人平时不太注意，但它非常关键，因为你写的程序几乎从来不是孤立的，你用到了系统库，用了第三方库，这些代码并不在你写的那个.c 或.cpp 文件里。链接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写的代码和所有依赖的库代码拼接到一起。链接完成之后，才会生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可执行程序，比如 Linux 下的 ELF 文件。到这里，代码已经不再是代码了，而是一份 CPU 能理解、操作系统能加载的二进制程序。接下来是第4步，运行。当你在命令行里敲下程序名或者双击一个 exe 文件时，操作系统开始登场了。操作系统会做几件事：一、把程序从磁盘加载到内存，因为 CPU 只能从内存里去指令执行，不能直接跑硬盘上的程序。二、给程序分配资源，比如进程 ID、内存空间、文件巨饼、站和堆。三、把 CPU 的执行权交给程序的入口地址。从这一刻开始， CPU 才真正开始一条一条执行你的指令。总结一下，代码跑起来的核心就是人类写的高级语言代码，通过编译器、解释器翻译成 CPU 能懂的机器语言，再由操作系统调度资源交给 CPU 执行，最终把结果输出。整个过程就像一个工厂流水线，每个环节各司其职，才能让几行文本代码变成电脑上运行的软件。好了，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有疑问或者有想了解的技术，可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见。